啊，你这有够白目，你干嘛讲出来？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像波瑞这样子啊！就是我的脑袋好像被卡车碾过去了，对的那种 feel 跑出来。车力巨人，有成员提说谁写的？成员最六听也没有答。来，这是谁写的？从他们访谈和聊心事中，我寻到了自己以往没看到的点。但是我们前几天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看了，他把每一集都看完了，对，他也哭得很难过。哎嗨，这是你有水吗？我看到我的位置上有水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Neo。嗨，Neo。还有跟大家 Cheers。好 ，Cheers。嗨，按摩机嘞？这是没有，我本来想带高粱。可以。我是真还在太高粱算了。啊，你头发怎么留这么长呢？对啊，因为想要换一个造型。时间过了。对。啊，你怎么没有戴帽子？帽子，短圆帽。哎，这件衣服很夯哎。对啊，看到路上很多人穿的。看到这一套就会想要戴手。我的行李箱有点重，有人可以帮我拿。好，Neo，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带上它，抱上那里。金童。哎呦，这次的行李太重了，太重了。啊，那我可以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吗？你有？啊，都好丑。是蓝色的，对，小鸟。现在换了，好，现在是叉叉了。嘉航。我是那个男生配的企划杰尼。啊，我是男生配的导演 Fox。哇，欢迎欢迎！那这次呢，召集所有人集合，是因为我们这个男生配呢，已经完结篇播出，对，再拍一手。那原本今天其实也会有嘉航，但嘉航因为有工作关系，所以呢，他现在人无法来到现场，但没关系，他等一下会用另外一种状态呈现，对，就是与大家同乐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邀请就是所有参加者回来呢，是因为约会实境节目一定都会内心有很多的问题跟想法，对，而且应该蛮多问题想要问。对，我觉得观众应该看完第10集都会有，连我们工作人员当然也都会有。我们看一些之前的一些回顾影片，然后呢，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想要问大家。对，那如果等一下就是7位有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那也可以发问。最后的机会喽。对。那我们有准备一些小礼物要给大家。啊，吃的吗？视觉上的飨宴。视觉飨宴。我们想吃饭吗？刚有吃东西吗？有，他吃饱才进来。他吃超多。我怕等一下又生气了。应该是不会。好，那因为我们第一位进场的就是波波嘛，那我们就从波波的部分开始回顾吧。好紧张。大家好，我是波波，天秤座 O 型。那时候分手到现在应该已经3年了。我会希望说他是能够有共同兴趣，然后一起往就是共同目标前进的另一半。插不上话，同事都是直男啊，朋友大多都是直的比较多，我们讲话都比较大啦啦，对比较不会讲内心的东西。聊天的时候我都无法插入话题。你给我改变嘞！要变成怎样？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其实也不用啦，就是你做你自己啦，但是你也可能要多说话。其实私心就是希望跟Gino出去啊，沉浸于喜悦，只是不跟他出去就很开心了。我真的背起来了。喂，没有声。我原本是想问他说会不会想要再继续约会，对，鼓起勇气了，播下去了，但是打不通。这样的笑。你在闹啊？你这个贱人！我要被利用哎！告白了，告白。给长辈一点时间。波波，我有在哭了。
不要哭，不要哭。那为什么别这样旁边？因为他自己走到冠宇旁边了。没关系，你回去。你就马上打瑞瑞。对，我就直接打瑞瑞了。我昨天就很仔细想，今天早上也仔细想说，那我今天来这一趟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已经认识了一个这么好的朋友了，那我宁可把握这一段友情，把握住现在有的东西，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之后再说。希望，你这句很狠对啊，这是蛮狠的。谁要听啊？现在几天我就被骂啦。因为我们去做打毛线，其实我有收到给你的，我们两个都说好了，送给对方喜欢的。会选择你，也只是想跟你说声，对我还是喜欢着你。你要好好加油，就这样。我最后选择的是 Gino。哇！我们这边有收集一些问题，就是想问你恋爱的小巴士上面，然后那时候你不是有讲那个族语吗？是。对，那我们好奇，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挑那一句？怎么念？毛那感土地苏兰，你都会背了是不是？哇哦，就是要讲给他听啊，因为那时候其实后面录音的时候有录到说，其实在车上我就想要讲这件事情，我在车上本来就想要把这件事情讲开，对，但是后来好像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就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在车上你不会怕大家都在吗？我以为大家会睡觉啊。你是说你两个坐在一起之后，你想要跟他讲说，其实你喜欢他？类似啊，就是跟他讲这件事情。我不晓得这件事情，之前你都没有接。感土地苏兰我真的不会给到。那你为什么没有问？当下为什么没有问？我有问啊。其实我事后有在问他那句什么意思，他就说你回去看你们就知道。原来是在那个世峰问他说你的名字之后，其实我还有在问他。跟 Gino 在房间的时候对谈的时候有提到说，你后来就决定要放下，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放下的？其实说真的，完全放下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到节目过后才有完全的觉得看开了。但节目中其实还是会觉得说，有点可惜。我们有去那个橘社的时候，那在车上看到他们的互动，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掉泪。那时候确实还是觉得说，怎么前后落差那么大？最后想要再问一下，就是大家都很好奇的，所以想问波波跟瑞真的没有任何一丝情愫吗？怎么？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奇。我觉得6天内我们确实是直到至今，可能都是用朋友的方式在对待彼此。那至于说，因为感情绝对不会是一个礼拜、2个月、半年，会有一个结果的。那说不定再久一点，我们可能哪一天如果谈了 OK 了，我们就会在一起，不知道所以是不可能，但是目前还是朋友。但是几率波波没有把话说死几率偏小了，但也不是不可能啊。节目刚结束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有一个点我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到我节目一开始跟最后一样，就差的还蛮多的，所以我想要问一下说，当初选角跟现在我最大不同是什么？当初导演回答，当初就是想要选一个寡言硬汉。因为就想说，哇，我们放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来节目都不会讲话的人，一定很好看。他一定就是会跟大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 vibe。可是你看，我前面不讲话被骂成这样但就是特色啊。然后后来就发现，变了另外一个人，中间好像被 AI 换脸。我们那时候收到你的报名表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因为我们之前在拍哈兹卡西的时候，所谓比较刻板印象就是看起来像直男的人报名，然后我们就想，觉得很特别，然后打电话去询问的时候，他说报错了，我不知道应该是我朋友恶作剧，因为之前被这样骗过，然后有想说你是被朋友就是恶作剧还是什么之类的，你的外表看起来比较就是像瑞瑞一开始讲，就是看起来比较直男的感觉。公啦，北七。对，然后后来跟你确认，是
你是认真的，你说认真公公吗？认真要来参加。下一位是谁呢好，下一位呢，我们就波波的室友好了，瑞瑞。好，嗨 ，Hello，我是艾瑞瑞，双子座。第一个首要的重点就是不要改变彼此的生活太多，不开心彼此的生活步调，那我觉得就是不适合的。我一直都不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女生，可能因为造型，或是可能肥皂还在吗？还在啊，我要拿去卖啊。爱心义卖的。特别喜欢我自己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我觉得都 OK，我觉得都蛮好看的。没错。其实这个时候我超醉的，你醉了是不是？他那时候走路没办法走直线这。是你喝醉状态哦。我已经喝很醉了，这个时候。看起来很清醒啊。他靠在杆子上，他没办法好好的坐。就是你呀。对，开心就好了。我觉得我很幸福在。我觉得我很幸福，可以在这么短暂的3天，然后认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朋友，分享了很多，然后我很谢谢他帮我那么多。他好像是感觉不得不照顾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会跟他说，你可以去找你喜欢的人，我其实不会介意，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我就赶快去，因为也不是每天。如果你明天没走，就是你的放心。我明天是不会走的，搞不好我会走啊。因为你现在的状况是你现在有讲一半，会变得不尊重我，所以你现在就是得罪了2边。那就是看你要怎么处理这个状况，这是你的选择。好啦，我很喜欢你啦。好棒啊！我也很喜欢你。好，那亲一个啊。没有改变过，完全没有。我来吧。你在第一刻帮我提行李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会喜欢这个人。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这3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很谢谢。希望我们认识更久之后，我会爱上你，但那个爱上，不论是朋友还是情人，我都觉得没关系，因为你在我的生命中就是值得一个被我爱得很深的一个角色。那瑞瑞刚看完这段回顾，目前心情怎么样？有泛泪吗？我每次看到我跟波波那一段都会哭我自己在家里看也会哭。现在在看还是有点感动，还是有点感觉。你有吗？还是有一点点，对不对？你有的部分就这样吧。什么意思？你有跟冠宇在房间的那一段，你当初在播出看的时候，你当下的心情是如何？你应该都不知道吧？我不知道，但是我其实没有认真看那时候，但。你没有认真看，什么意思？你跳过是不是？我想说，这个应该是聊天而已，然后我就跳过。然后是他波波好像我们聊天有讲到吧，然后我就回去看，我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哪有？你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哪有？怎么了？怎样？我怎样？你那时候说你心情蛮低落的啊。你什么时候讲？有吗？什么时候？有你那。怎么了？假装忘记，对吧？记得了。我卡掉。没有到压抑，因为我本来就有猜过他可能会喜欢他这种类型，但就还是会有点小难过。然后你再有个白目，干嘛讲出来？工作人员看到也是吓到，对，也是吓一跳。他房间的事情，我们晚上没有看的话是不知道的。我就会看看，然后停下来，然后站起来拍手，大家来看。集合了，然后就过去。太可爱了！我只好奇一件事，就是它有更后面吗？关灯知道你为什么不问一下冠宇？问他是因为我们那个没有夜视功能，如果夜视功能，不知道。瑞瑞，因为你有提到说，其实你到整个节目的最后都没有换过人。那想问你中间曾经有没有一度我想说，还是
谁也不错。试试看。哦，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波波好像也 OK 啊。所以中间如果你真的你有想过要换成波波吗？我会想要跟波波约会，但我觉得如果是第二天就跟波波约会的话，现在的走向可能又会不一样。那你觉得如果你第二天跟波波一起去拜月老好了，你会怎样走向？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玩的哎。哦，所以跟我们没有要听好玩呢。对啊，你什么意思？对我中介了。哎，我跟你去拜月老，哎，我都在扮丑角让你笑哎。不好玩吗？好不好玩？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有喜欢的人了，对所以就不会再往这方面发展。了解了解。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你们自己觉得没有做足，还是你们觉得有遗憾？遗憾与后悔。对，遗憾与后悔。遗憾与后悔。你们想要做的地方。法克斯回答。你先呢？你先。我们刚刚在对的时候不是先说好了，每一题都是你先回答。帅我已经要控制了，很忙了，你先回答。我觉得没有太多遗憾跟后悔，就是硬要说遗憾的话，就是如果有第二季的话，房间的 GoPro 跟摄影机我们会改成夜视功能。哦。然后要24小时如果。然后那个电池要放2大颗。我们可能装个发电机这样子，然后我们会放电极器，就是不能瞧摄影机位置。走到摄影机的死角就电极。对，然后电网这样子。我不会有遗憾与后悔，因为我是艾瑞瑞，这样这句吗？这句吗？我觉得，与其说，你知道拍节目一定不可能有完美的状态，你们这几位也非常的愿意展现自己那一面，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惊喜大于我现在想起来遗憾的事情，因为我是。解你，我看没有要叠字，才想到好恶心。解。来话题枪。对，有很多观众投稿，我们先抽一个观众投稿的，白色的是观众投稿的，绿色是成员的。好，看一下匿名的，好。网友是冠瑜的呆呆兽，想提问的对象是 Gino， 想问 Gino 在跟冠瑜相处的这几天里面，最喜欢哪一个 moment？ OK。抱抱啊！选8位成员进来的个别原因。哇，这个好难回答。我就简单讲，就是你们8个人都各具特色，太有默契了。对啊，就是你们8个人都很不一样，我都觉得你们长得很赏心悦目。这样讲，就是类型不同。那因为你知道，实境节目、音乐节目，大家还是会想要看得开心。对，总之你们8个在我眼中都是帅哥，只能这样讲，好不好？都很帅，所以就是选对了，这8个选得好。对，我们选下一个是谁呢？我也是蛮期待，因为我觉得他也需要，就是我觉得观众对他的，我自己觉得误解有点多，然后我也需要好好的说说自己。对，想想到就是我们的世峰。对，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世峰的回顾影片。对。怎么了？我可能安慰你，我也很为你紧张哎。Hello， 我是世峰。我也喜欢笑，他要能让我舒服的笑，希望让我慢下来。我不希望他带着跟我过去谈感情的方式很轰轰烈烈的是同样的模式。听到树叶跟你说什么？他好像抓到我们那个聊天的那个最后的结论，就是都刚好在相反面。你有发现？我跟他有很多想法很相近。我记得我一直讲，我完全理解。他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他比我想象中懂得聆听，有来有往，所以现在Neo的好感度是上升蛮多的。但是你现在要跟我讲其中一个，你在，我要去跟4人赏那个。会洗澡吗？怎么了吗？没有，没事。你要准备进入一个睡觉了吗？差不多了吧，我觉得。走。没事没事。你想要聊什么？我们要聊什么？我只是看你们有没有在聊天而已。晚安。晚安。太难听了。让我想到我曾经因为很想要谈恋爱，然后一直去试各种方法，然后我只是没想过，好像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一样，其实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就我们这4个人归零，可以变成不管什么的去认识彼此，纯粹闲聊。我觉得，因为就会好像我们4个人的标的都不在我们这里面。我想说，到底在跟谁挥手？我很开心，我觉得
我在这一次的旅程里面遇到了这个人，所以我要很谢谢你，教会我怎么样同时拥有自己喜欢自己的那个快，但是又知道该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慢。对，所以谢谢你，更认识自己了，然后我得到我想要的了。在此刻没有配对成功，也不代表我还没有准备好，而是代表我可以带着爱自己的态度，继续再陪伴自己一阵子。对，为什么会一直在里面会很好奇？就可能艾瑞瑞对于可能你有的看法，还是谁对谁的看法，就蛮好奇你当下的那个心情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也在从大家怎么看跟怎么喜欢别人来认识每一个不一样的人，在跟大家聊大家的喜好跟感受的时候，我可以更认识我正在问的这个人，所以我才会那么喜欢跟大家聊大家的感受、感情的发展，就会看到他们的观点跟看法，还有价值观。但我觉得你就是要在更 focus 在你自己身上。我觉得你不要去管，因为你都在看别人，你忘记看你自己了。对啊，好，我要回去看10遍。你要坐这里，你赖导师啊！你就是因为太害怕，所以你才去，你会想要了解别人的事情，但是你不愿意分享自己的事情。就是也是一种逃避啦，逃避自己的感受。我想要先问一题，就是因为你是在最后播录音带的时候选择不播录音带的人，对，那你当时的为什么会选择不播？因为那天大哭完，然后可能Neil就一直跟我说什么，就是你走到中间，人家要不要来中间找你是他的事情。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录音带本身我就有走到中间，但是最后没有配对成功，就代表我觉得对方没有走到那个路灯，因为我录的方向就是谢谢你也选我的，立场读我的那个方向，但放出来很尴尬。原来是这样子，完全理解。对啊，然后感觉问题你觉得你现在准备好公布最后到底是谁吗？他没有直接说，但是他其实就是里面都有透露。我们的剪接有剪出来是有告诉你啦。OK， 我选 Neil。但是听说勇敢，好赞。对，我听说 Neil一直都不知道。我跟你讲，对你的，我跟你讲，他是我跟他聊天的前几天，他说啊，世峰喜欢我。当初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感受是你跟我的所有交流都蛮 friendly， 我还以为我被你 friend zone。因为那是我要的，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很喜欢用友情的方式去对，然后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像波瑞这样子啊。是好朋友，但是未来很难说。对，几率很小。我以为他第5集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跟瑞瑞你们在客厅有发现一些聊天嘛，然后你就跑到Neil房间，很多人都好奇你到底去房间要做什么？找拉牙的。对，很突然，对，因为也没有讲到什么我觉得世峰是这次大家最好奇的呢，连你们都对他提问。你想要继续看到有2个人，对，所以如果他们2个在聊天，我就可以对L是原来如此啊！互相利用啦。对，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样。所以假如冠宇那时候跟他们在聊天，在聊天，你就会我就会成功可以融入不奇怪的加入，就会自然一点，就会有一种很好。你在聊什么？这样。对。我想要问，就是从前置到整个拍摄，再到节目，现在全部播完了，你们最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什么？之前在拍哈斯卡西的时候，通常有放酒的环节都会特别嗨。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一放酒，变成了一个别的东西，变成好像丧礼哦，大家都在哭呢。你们那天拉不回来，你们在萤火那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设计了好多游戏要给你们玩，玩不起来。就那时候我们还感谢世峰，因为那时候世峰还有出来跳一些舞什么的，他有努力想要救一些什么东西。对。前几天累积太多。对，就是感觉你们还在宣泄那个情绪。下一位。那就我们邀请我们来播放跟世峰也是息息相关的 Neil 的影片。我是 Neil， 我非常喜欢认识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跟国家的朋友。
我希望他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他有尽情的去做，然后我也可以试着去参与，这样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有魅力的事情。以我目前认识他，我觉得他是有个善良的心，跟他的灵魂是很吸引我的。我觉得 eye contact 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他有对到我的眼睛，然后就是有稍微给我一些回馈。有时候跟他对到眼，有一种心动的时刻。1跟0对我来讲不是在心里面最重要的。我很喜欢有一个 dominant 跟 submissive 的角色，主动跟被动吧。对，那我觉得如果你眼神很迷茫。我知道我超爱看你的表情，你表情好好看。好，我还蛮哈他的身材的。我只是希望我更有可能一个机会去认识他或者了解这个人。对不起，冠宇，你要继续跟我睡。OK。我们有 share 了一个浪漫，还蛮害羞，还蛮就是有点我觉得很青春的，很青春的一个。睡嘎嘎了。那时候很纠结，不知道怎么办。我懂那个处境，你有那个自由去这么做。微微的失心啊，因为就有点像是伸出手，然后知道哦。好，我都没有这个烦恼，好羡慕哦。会还是就是觉得有伤害到，我没有被伤害到，我只是那个处境会让人每一个人，你是人类就会有这样的反应。真的被感动到，艾瑞送了我一双他自己做的拖鞋，他设计毕卡索风的那种脸，还打了一串很感人的那个简讯给我。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感觉很遗憾，我好像目前我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式喜欢他，但感情就是这样。我会选波波，很意外哦。这个时候开始，很意外哈。那个眼神坏，把自己的神经开了不少，对。厉害吧？我跟你讲，跟我当室友，这是我的荣幸。他很会开玩笑，他很逗趣，然后很会协助别人。我觉得他目前展现的所有特质其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最后会是选波波呢？其实我没有想要配对成功。等一下，所以你自己觉得你选谁会配对成功？我觉得我选艾瑞瑞会配对成功，但这件事情会非常的不对。如果选艾瑞瑞，那并不是同样他选我的原因，所以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很真诚的选择，造成一些误会。对，我觉得那反而对艾瑞瑞是不公平的。大概第5、6集那时候也有跟冠宇说开一些事情，基本上我们2个就是不可能。对，然后所以这件事情也看开了，所以我不会去选冠宇。那因为我整个节目里面其实最在乎的人是艾瑞瑞，所以我会想要去选那个我觉得对艾瑞瑞最贴心、最照顾的那一个人。对，所以就选了波波。所以Neo你自己当初真的是没有考虑过冠宇嘛？因为先不管你们有没有可能，就像波波选择Gino没有，因为就是像世峰说的，我也已经走到那个一半的那一个点了。那很明显从产检训的那一天，那天是个关键点。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个也算是冠宇可以更亲近的去认识 Gino。虽然我一直很想要跟冠宇有个机会去有一个像可能他跟 Gino 这样正式的约会的一个 situation， 那可能就没有这个缘分也没关系，但我们还是有可能我们在房间里面有很多时间可以真的聊很深这样子，所以我不会觉得
不开心。对对，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规划这个节目的过程中，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环节是原本有设计在里面的，但后来决定拿掉的？这个东西有被波波找到过，因为他说他有看到一个小 slogan 说找到初恋的感觉，找回初恋的感觉，其实是我们一开始在设定这个节目的时候想要去走的主题，可能让你们穿高中制服啊，然后有一些萤火晚会啊，然后有一些复古风去游乐园啊这种，就想要回到高中青涩感觉的东西。我反而蛮好奇，就是你们如果还真的这样子做，搞不好国外的观众比较不会 get 到。那我们就可以拍不同国家版本啊，就可能讲我们之后拍泰国版，对啊，有泰国他们可能他们自己的高中的一些文化，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有没有任何人对你有什么问题吗？我好奇你原本是不是跟不管是朋友或是身边的朋友，就是你的那个身体的距离是近的，对不对？你是一个算是近的，习惯用就是肢体接触去，反正就是我想要疑惑，是因为到最后配对，或是到甚至节目播完之后，我都一直没有觉得你不会有喜欢我的可能性。然后原因是因为我有从一些我等一下你这个文化你不会有喜欢我的可能性，就是我都觉得你有可能会喜欢我啊。那你干嘛都反过来讲？我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很胆小的，我都觉得你有可能会喜欢我，所以我就想要你觉得没错。比如说那个，请说，做果酱的时候，互相擦汗，那是我觉得最心动的时刻。哦，我其实也觉得蛮心动的。我觉得有2个点，一个是我来自有点可能跟大家不同的文化背景，然后毕竟在西方这个身体的互动啊，就是触碰的互动都是比较频繁的。那来到东亚，尤其是东亚，很容易会被放大，这个东西会被放大，然后会被标签一些有不同的意义在了。搞不好一个拥抱在英国就是 OK bye， 我们下次见。那这样子吗？对，其实可以哦，会吧，对吧？而且有的冠宇其实是英国人啊。没有。我们来到了节目里面，不就是在跟大家约会？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要保持有一点 flirting 的感觉，并没有恶意，不是说我要大家追着我跑还是什么。Oh my god！ 来，匿名网友提问对象波波，艾瑞瑞如果跟你告白，你会答应在一起吗？还是宁可做一辈子好友？目前应该是一辈子好友啊。一辈子好友。好，来下一题。有成员提说谁写的？成员在那听也没有答。来，这是谁写的？这个这个问题问我没有用啊，我不知道啊，你们自己有答举手。好，都没有答 ，OK。好，没有答。好，没力气，真的没力气。匿名网友提问对象杰尼，请问杰尼为什么一开始想要有双人房跟4人房的配置？感觉有4人房，大家打完电话会比较容易猜是谁打的，打完回房也比较尴尬。手枪里面，有些人好像会在意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啊。像君头打给他，然后回去还要面对冠宇，这个才是最好看的地方。各位，我自己很喜欢呐。对，这是我们故意安排的，没错。然后我们自己也觉得这样安排是好看的。节目组当初预设的配对组合是怎么配呢？忘记了，但是都不一样。而且我们也不是配对，就是说感觉这两个人会有火花，但是好像也没有，对，我真忘记了，笨，对，忘记了。我们下一位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嘉亨，嘉亨，啊没有啦，因为嘉亨来了，你看到吗？啊，因为我们嘉亨现在在国外工作。嘉亨是不是有变胖啊？没有啊，没有，他脸比较有肉，我觉得比较好看他离哇，这里就要看这个，就要看这个。叫林嘉亨，天秤座 O 型，朋友觉得我是很强的人，我喜欢狗脸，然后偏聪明，还会做一些很可爱的动作。我想要请问呢，你们昨天有聊到说彼此的当的角色吗？在性上面的角色？好像没有，这个应该要聊一下吧。我觉得我好像问错方式了，有可能是我问的方式让大家不舒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所以才会
导致大家不愉快之类的。所以你在认识人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很快切入这一题吗？对，可能是我自己习惯吧。因为我大多认识新的朋友，可能是因为想要拍他。对，因为我是摄影嘛。因为我是男同志，所以我用这个视角去出发。但是拍完很多的东西之后，我会怀疑自己被困在这个标签底下了。你今天想拍男生，你想拍女生，想拍动物，你想拍人，想拍老人，想拍小孩，都是出自于一个同志的作品，它就是同志的作品，所以你不用呀，那是哭吧，等一下，所以你不用担心它够不够像同志所做的作品这件事情。为什么你想退出游戏？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喜欢的人差不多了，然后第二天来其实蛮吃亏的，然后加上就是我也没想要竞争这一块东西，就是我失去战斗力，然后比较没有自信一点，然后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优势，其实，所以我应该会投给我自己。Hello， 是嘉汉。好。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讨厌自己的人，我不敢有勇气面对，或者是我很习惯选择逃避。那我当下就想说，如果给我自己一个再有勇气的机会呢，我去再试一下，或许不一样。我希望我可以留下来。我想要对我喜欢的人说，希望我们还有继续发展的可能。然后我很喜欢你，也很欣赏你。然后你在我心里是现在的 top 指数已经到这里了。对，但是你的笑话有点到这里。Anyway，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结束之后，我们还会有继续的开始。对 ，OK， pass。那想问一下哦，就是你觉得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你当初进场的时候会再问那个问题吗？我觉得我还是会，但是我会用更婉转或是不这么直接的问题互问，因为其实我问那个问题的动机是想要，那时候的气氛可以活络一点，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在聊初恋跟初恋的时候，其实大家心情蛮荡的，我觉得。然后我想说可以，用几个好玩的问题把气氛炒起来。可能会问说，比如说你们之前交往的对象都是什么样类型的啊？然后你喜欢怎么样相处的方式啊？那如果你是在第一天就加入大家的话，你有看到我们前面有一个选物品的环节，就是一个个人物品的环节。想问，蛮好奇的，你会想选谁的东西？你会选什么东西？我会选底片相机。底片相机哦，你有啊，就会装在一起。因为Rowan也会选底片相机啊。那嘉汉会放什么东西？我会放我那只娃娃吧。小 Amy， 小 Amy 是什么？那我蛮好奇的哦，如果你放那只娃娃的话，冠宇你会选那只娃娃吗？看来整个情势就不一样了。对啊，就等于变成时间倒转，来，对，可能冠宇会跟嘉亨出去约会的那个。但我好像也会选史努比我也会。史努比那么夯是不是啊？就很可爱啊，史努比那么夯啊！既然你要选嘉亨，我也要选嘉亨。大家一起选嘉亨。嘉亨你自己有什么想要问的吗？因为波波在后访的时候有说到，他第一眼我进去的第一眼，他觉得很吸引他，然后我想要问那种吸引是什么样的吸引？因为是长得好看的人啊。对啊。说你好看不满意啊？开始想说有新的人进来的话，我就可以不用把就是自己的专注力放在某一个人身上，我可以有其他的发展空间。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问到那句话，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收回来。不可能吧？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会有淘汰这个环节，因为这在我之前看过的节目都没有出现过。我觉得不算淘汰，那个叫做我自己会称为那叫离开，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约会节目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注重舒适度。说假如有一个人来这边，因为我们也无法预测你们对彼此有没有感觉，但也许他就是觉得哇，我跟大家可能没有感觉，对我就是没感觉。
也许他的机会或是他喜欢的人，可能是在这群人之外，不要花费这么珍贵时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觉得很 OK。第一次上这个约会节目，对，也许压力很大。有些游乐园不是有鬼屋吗？那其实鬼屋有些地方会有一些紧急逃生出口，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害怕的人，你可以离开。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设置一个紧急逃生出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不舒服或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之前提过很多次，我们希望来参加男生配的人都是舒服的状态，都是要感到安全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制。我们自己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这个是淘汰一个人，而是说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离开，你可以离开，应该这样子。匿名网友提问对象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会有喊卡要求参与者表情要再更多，或是要表现出什么情绪吗？没有，绝对没有。好，下一个完全没有。这是成员们的。为什么想设计淘汰环节？是临时想的，还是原本就有规划的？如果真的有人离开，会直接送他回家，还是变成观察员？刚问过，刚回答过。然后有人离开的话，就送他回家。匿名网友提问对象艾瑞瑞，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当然可以尽情做我想做的事，但当旁边出现了其他人，我就会自我尴尬，不敢把自己的模样、想法展现出来，生怕别人会有不好的反应。所以大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超安静的人。一直想请问艾瑞瑞或是大家要怎么自然的展现自己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太在乎别人的眼光，重点就是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没有人在理你，好吗？没错，真的没有人在理你，你不要那么看得起自己，所以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那我们接下来也聊个新成员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苏苏的片段，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我叫苏苏，身高188公分，体重88公斤，然后我的星座是巨蟹座，感兴趣的对象哦。长得可爱可爱的吧，然后身材好，然后亲切、听话。好像只有看过你。其实我对他也有一点印象，但是我一直想不到，就是有一个鸟的，就是对我是一只小小鸟。不会不希望被认出来，那种半开玩笑的，或者是他们就是觉得说，很新奇，然后有认出来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是 OK。但是如果他是就是有一种讥讽的状态啊，或者是就是嘲笑你的状态，那种感觉，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个人不值得深交。我的社交恐惧症是严重到就是如果有超过3个以上的陌生人，我就一定需要有耳机，或者是就是有影片去让我分心。请问你有在吗？嗨，就是我现在有一个 mission，就是请问明天早上你愿意跟我一起？要靠这样，对，很帅，省事要到的都市小孩，因为我跟他的价值观很 match， 但是觉得我对他的兴趣有加深的那种 feel 没有跑出来。好痒！你们在干嘛？下面好痒，然后他蹲下去。发生过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俩只是出去吃顿饭而已。但是就是我觉得是网络，可能是网络上面有一些联系，但是就很也不知道聊什么，然后后来就断掉了。对，就都没联络了。从一开始有点尴尬，然后到后面聊了很多这5天的事情。有一种讲开的感觉，就是让我心情比较舒服这样子。对，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有点被等一下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吗？这个。要这个手，这给我。不安分的小手。哇，然后我就真的越来越害羞，觉得就是有点虚这样，对，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知道他在讲你吗？我不知道，我哪弄？就这样 ，OK。那你怕痒吗？其实还好，没有，就最后可能就是只选波波啦。反正我最后想选择的人是波波，嗨。他现场没有夸奖我眼睛很漂亮，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跟我说的眼睛很漂亮，但是我眼睛确实是还蛮漂亮的。OK， 那我现在波波，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苏苏对你要好？萤火晚会，我发现他比较注意我一点点啊。你还有发现啊？你不是喝醉了吗？我有大概10几年都没有
真的就是心跳加速的感觉。就even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今天跟 A 交往，或我跟 B 交往，我都没有这个感觉出现，就是我的脑袋好像被卡车碾过去了。对的那种 feel 跑出来，那种状态啊。对，然后就是我当下车力巨人，我后来就会变成有一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去注意他的任何动作，就是已经超出你控制了，可以这样讲。对。十几年来第一次，就像你们那个一开头那个 slogan 嘛，找回初恋的感觉，这是初恋的感觉。哇，对。想问一下叔叔，你后续跟波波有什么其他的发展吗？就是我很谢谢他曾经陪伴过我这样子，就这样吧。就这样，好 OK。那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是节目外，对啊，个人隐私的部分，那就我们就不问太多，因为那是他们就个人的发展跟隐私啊。那我们就还是祝福大家的感情都大家都还是朋友啦，当朋友啊，好官腔啊，对啊，都还是朋友。好啦，那我们下一位呢，而且已经不知不觉已经剩下2位了。进入到核心哇，吃瓜的部分。要不要连冠宇的看完两个一起问啊？反正对大家都知道结局了，对不对？这样差别大不错啊。没有，因为我就很想要问他跟波波的线啊。好，我们大家先压抑着我们那个心哈。嗨，大家好，我是 Gino， 金牛座 AB 型，我蛮喜欢长得可爱的人，在相处起来聊不聊得来，兴趣有没有一样。就是可不可以一起完成未来彼此想要完成的事？麻薯长也不要，待会可以吃。会不会太 local？请包容他。我觉得都把它背着。等一下！你有没有抱人家？有没有抱人家？抱了，假定有。抱了就抱。现在还更早少在干嘛？喂，你好，我找冠宇。经过今天这样一整天的活动，然后你觉得今天有开心吗？那时候第一个刺青是哪一个？对，转接。你看波波的表情，他在跟你跳舞，就是那时候在 Facebook 的时代有聊过几次天。冠宇是偷爆啦，其他人就是真的是为了阻止他。我要再次被利用了。好人，你是好人。然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害羞。但不得不说，我觉得我对波波的好感度有增加，就开始溃堤了。就是我就真的觉得，对啊，我这么努力，但是我却没办法把成就很勇敢的展现给他们看。或许这个节目可以让我跨出第一步。那这样，你要一起喝茶。脖子啊，这个大家都看到，逾矩了。你有没有交过远距离？我所谓远距离是可能连桃园我都觉得已经是远距离了。真的？我也不知道今天谁会走，但是我可能现在对于吃吗？吃很好的朋友，他不是这么狭小的，就是这6天就决定了我们接下来的缘分，包括大家都是。我蛮现实层面的问他一些远距离，然后年纪观念，对，更意识到好像我已经可以看到在一起后的那个画面，可能会是很经常吵架的。算了，就这样。我觉得什么事情复杂？事情当然复杂，社会本来就是复杂。没有，我就只想要在这个里快乐。好，就是冠宇。大家好，我是冠宇，定居在台东市，星座是摩羯座。他愿意去分享他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去互相去了解彼此的生活。会想要成熟一点点的人，应该5到10岁都可以吧。
我高中就看过你的作品，这是不是很没礼貌？这应该明天才能说吧？会觉得他蛮贴心的啦。对啊，就是还会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所以你选哪一个人？我选他。所以你挑我？对，就是以照片来说。应该是苏苏吧？应该是苏苏吧？小小的吓到，但是也还好。我们也吓到，什么意思？哇，天哪！还是我会不会我也误会Gino？他搞不好就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多，然后就是喝醉了。我选择的是Gino。到底为什么会听不出来那是Gino的声音？对，就是关于打电话那一段。因为他有的时候讲电话都会变声。对，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可能要偶尔要就是处理一下公事，所以他不一定会在我们的房间里面。所以他打电话回来给我的时候，他也躲在厕所一阵子，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时机点可能是错开的。哦，你以为他去讲公事的电话？对，然后那天对我比较可能有释出善意的是苏苏，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是苏苏。隔天苏苏找我吃早餐，我也觉得很奇怪。对，因为我们大家都误会了，被误导了。对，你是到播出才知道这件事情？对啊，我吓一跳哎。那你觉得当初如果没有这个误会的话，会有什么改变吗？就是因为他一直都蛮主动的嘛。对，那我可能又要花更多时间去消化，所以搞不好这个误会是好的。哦，对，你可能会吓一跳。对，就是哇，又是我，那我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这样。这次节目里面出现最亲密的，应该就是最后一集的Gino 跟这个冠宇在帐篷里面情不自禁的接吻的画面。我从我们最后睡在同一个帐篷的第一刻，拉开那个拉链爬进去的第一刻，我内心就想说，我终于可以跟冠宇一起睡了。哦，那时候内心这样子，心境这样，对，我没有要做。更后段，但是想要跟他亲密接触，对，已经完全不在意就是摄影机那些东西。我有一度还是想跟他说，有摄影机但是好像最后讨论出来说，算了，不要理他们好了。Gino影片里面，他最后其实你也是很纠结的，你很犹豫到底要选冠宇或是波波，所以蛮好奇。冠宇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也是第10集才知道，你也才知道，就是你才知道对。蛮好奇你为什么当初还会最后面还会有把波波就是犹豫要不要选择他？我觉得我当下的心境就是一种我真的很想恋爱所以我把距离这件事情考虑进来了。你是认真的想未来这件事情？对，我是认真的。其实我都一直在观察他。你有观察到？我一直都是在观察他。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这个关系是可以拉长到6天过后，就是希望让他。对你来说，这是朋友是现在状态，但之后不可能。对，所以你跟波波也不是没有可能。对。Gino 跟冠宇，你们最后节目后有什么后续的发展吗？因为你们算是唯一在节目中有配对成功的人嘛。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件蛮害羞的事情，就是有一次那个一番赏有一个呆呆兽，对，他的 B 赏是呆呆兽的那个抱枕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直接买了一个，然后叫他自己去取货。你知道那个时候问法也蛮可爱的。怎样？他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 ，Fox 有东西要给我。Fox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被利用了。你被利用他还问我啊，然后我说啊，我就问他说，直接露馅。你怎么没有先套好话？我就跟 Fox 说，Fox 要寄什么东西给我？他说他什么东西，我要寄东西给你哦。这样子，然后东西来了之后，我才发现是呆呆兽，所以就是还蛮感动的。未来可能也会不一定一直待在台东，那我觉得也可以有更多发展的机会。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对彼此都更好，因为距离接近了，互动越多了，那就更认识更深这样子。所以未来就是还说不准，因为大家之后距离会越来越近，是不是？可能啦，这样子啊。对，因为这个节目你们已经筹备1年了，那这也是你们的心血嘛。那当你们遇到别人的支持，我们当然很开心。那如果对到一些可能负面的留言的话，你们会怎么消化这些留言？就是我们要去看那个100个留言里面，我们要去看那个99个喜欢你的留言，然后那个1个不喜欢你的留言，就是
不要放在心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个团队嘛，所以我自己不会有孤军奋战的感觉。就我在看那些假攻击整个节目的留言，然后反正一定会先骂导演嘛，这样我心话，我对得起我们自己，我们的付出对得起这样，所以我会看到留言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的是这8位，对，因为你们是个体啊，就是你们是用自己的人生来参加这个游戏，那些是跟着你们的，那个会让我很担心。所以我如果通常我看留言，我都会是看，就是有没有对你们的一些误解，对，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有一些误解可能是说的不够清楚。那我们不是会有录 podcast 还是什么吗？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我们也跟一些观众沟通的一个管道或机会吧。只要你们心里 OK， 我们就 OK。所以我比较在担心的是各位的就心理状态。好，来最后一题，网友瑞瑞头上的鸡蛋花，提问对象波波。如果时光倒流回到分房之前，你会选择跟谁一间房 ？A. 艾瑞瑞 ，B. Gino。因为我一开始有开心说，同颜色是同一间房间，然后我以为是手机壳的颜色，然后我手机壳是黑色，跟 Gino 一样，所以我很开心。OK， 所以听起来，所以如果回到会选 Gino 吗？真的是桌面，但我还是很开心。所以你会选谁啦？如果能选，我一定选 Gino 啊。对，从一开始来说，因为在 podcast 你有提到说，你原本以为艾瑞瑞是大魔王。对啊。大家记得去听这一题呢，那个 podcast 有提到，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那我们呢，在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呢，当然是收到非常多回响。那我们导演那边呢，也收到一封匿名信函，是匿名信函吗？应该说我的 IG 里面，就有一天在看 IG 的那个小信箱，然后我就发现有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这样子，有一个淑芳的留言，他寄信给你吗？他私讯给我，对，不知道这个淑芳是不是你的 ？Oh my god！ 这是你认识的淑芳吗？淑芳是这个吗？啊，胡导你好，好年轻啊！他怎么知道你叫胡导啊？谢谢你们用心拍了男生配，虽然是恋综，但让我看到一些令人省思的议题和父母亲面对同志孩子该做的功课。Gino 提到嘉航泳池惧怕的那一幕，鲍姐和男孩们谈心事的那一页，都让我心疼。心疼这些孩子们面对无形恐惧心中的脆弱，我想给他们大大的拥抱。从他们访谈和聊心事中，我寻到了自己以往没看到的点。我希望在未来我可以更注意，请代为转达我的心意和祝福给7位孩子们或更多的孩子们，在他们伤心沮丧时，有淑芳在远处默默加油打气，他们不会是孤军奋斗的。哇，结束了吗？意不意外？这件事情，怎么哭成这样？因为我平常都在呛他。你不知道他有写这个信，对不对？因为我们2个互动很像朋友，就有什么说什么，就也很爱开玩笑之类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主动跟制作组讲这些心得，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妈妈，对。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因为我觉得一个家长要去讲这件事情，他需要勇气。我以为他只是对我表达开放，或者是对我表达尊重，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愿意也给其他人祝福。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他。我要先说，因为我会哭，是因为我前几天才跟我妈妈吃饭，然后其实在节目结束当下，我就先传讯息跟她说我去拍了这档节目，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就是担心我会这样曝光，会对我的工作或者是对我的人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因为她这个担心，导致我原本想让她高雄首映的时候来，我都觉得他这样子的担心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我会害怕他看这个东西，他会觉得不会以我为傲的感觉。但是我们前几天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看了，他把每一集都看完了，对，他也哭得很难过。所以我才会发现说，其实妈妈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不关心我。而且妈妈其实比想象中还坚强。对。那妈妈要买个高拉的会有？好了，看就我分享。是正版的哈，那大家要买正版才会有第2季。妈妈有没有说我漂亮？妈妈说你很可爱啊，在意的是这个。可以。我妈妈立刻去买了
就是会员，会员是不是？然后他也是追每一集，每一集，对，他就说，真的是意外拍的有质感，因为他原本就是怕说，可能练重嘛，然后他其实一直都蛮担心我上综艺类的节目，因为他就说，Neil你要坚持，你是个音乐人，你是个艺术家，对你不要上那种乱七八糟的节目。然后后来就是节目出来，他说。真的相当的有质感，妈妈拍手，他说拍手。那妈妈有看到你就是的那个吗？有啊，这个他没有特别拿出来讨论，因为可能就觉得也没什么。了解，对，因为是英国人嘛。没有他。结论都有英国人嘛。是爸爸，是爸爸。冠宇要说，我妈妈一直说她就是君柔身材好好看。对，我妈妈是腐女。我们不是有泡温泉的，对，爱截图说哇，这肌肉大腿啊！她说她也是居冠粉。她也是居冠粉。居冠粉。那妈妈有说你跟你有的那个，她有被你吓一跳吗？她有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乱亲人家啊？我们确实是在做一些还没有人真的做到那么大规模做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当然，国外可能已经做过很多了。我们也不想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只是在消费还是怎么样。我们是希望说这个节目除了娱乐性以外，对于社会一定还是有一些让大家增加沟通或是去理解的一个方式。我在看待的时候很喜欢一个画面，是我在摄影机的前面，然后看着他们往那个车子的方向走，他们要去搭车的画面。我们要把他们，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哎呀，就是我们要送他们离开这个旅程，然后各自展开自己的新的生活了。没有想过说我会对这个节目有投入这么多的情感，但在参加在拍摄男生配的时候，我觉得我被他们的真诚感动。不知道是因为你们8个有什么魔力，还是我们那时候大家凑在一起下药吧？对，就是那个晚会绝对有下药，你们所有人都投入了，就是你们都展现你们的人生在上面，就是你们的一切在上面，所以我们就不自觉的，你知道被拉进那个漩涡里面的感觉。就是不管以后就是你们到底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们只要回头看，我们都会在这里给你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这样，对，你希望观众看了这个节目是开心的，这样就好了，就是不用想太多，有一点收获。对，那我们就最后打板喽。好，1、2、3，拜拜。